神秘买家抢购美军退役的 A10攻击机，他会是谁？胡塞武装再次击落美制 MQ9 无人机，这已经是自以哈冲突以来的第3架。究竟是 MQ9 战场生存能力差，还是胡塞武装的防空太猛？雷神公司再获美海军上亿美元资助，改良标准2和标准6，全能王导弹难道又要变强了？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火力军本以为 A10 的新买主会是乌克兰，但据大众机械网26日报道，想买 A10 的并不是乌克兰。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也直言称，乌克兰并不感兴趣，而且他还表示，无论是谁买了二手油猪，都会发现这款老旧的攻击机很难继续飞下去。那究竟是谁要买这些战机？ A10 真无再战之力了吗？A10 的退役计划在去年美国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审查期间就已确定了。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曾称，美国空军将在未来5到6年内退役全部 A10 攻击机，这意味着最晚到2029年，美国空军目前的140余架 A10 攻击机将全部退役。如果加上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装备的80余架 A10，以及美国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拥有的50余架 A10，届时将有280余架 A10 被除役。肯达尔部长之所以说 A10 很难飞下去，主要是因为它有点跟不上时代。如面对升级换代的现代化防空体系， A10 的电子和武器系统已经显得过时，又或是 A10 飞行速度相对较低且没有隐身能力，导致在现代战争中会面临更多的威胁。加上 A10 的燃料效率相对较低，续航能力弱，也不适合在高海拔地区或高温环境下作战，这些缺点都限制了 A10 的应用。最关键的是，随着现代无人机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技术的发展，都能替代 A10 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所以客观来说，以防空手段越来越丰富的今天， A10 的作用和战场生存能力正逐渐下降。当然，在一些防空相对较弱的地区， A10 还是能凭借其强悍火力、承伤能力以及相对容易操作性，还是能杀出一条血路的。若在中东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决定在该地区保留2个半中队的 A10，算是物尽其用，也是加快其退役的方式之一。在火力上， A10 配备有7管解 U8A 复仇者30毫米加特林机炮，且能携带如 AGM-114 地狱火、MK82 等导弹、炸弹，可执行对地攻击、反坦克作战、近距离空战等多种任务。在战场生存能力上， A10 的机身采用了钛合金装甲，能够保护飞行员和关键部位，使其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同时 A10 还采用了双垂尾设计和高度可调式主翼，以便在低空和近距离环境下提供了更好的机动性和稳定性。至于 A10 的新买家是谁，目前有几种推测，分别是台湾、埃及、越南。其中台湾被推测的理由可能是觉得台湾会利用 A10 来防御2栖攻击，阻止如2栖运输舰、空中突击部队的直升机以及满载伞兵的重型运输机等进攻的发生。而且包括花莲嘉山空军基地在内，台湾也有保护 A10 免遭弹雨攻击的设施，因此台湾被视为 A10 潜在买家之一。埃及和越南则有可能是他们会看上 A10 强大火力、低廉的价格以及能执行多任务的能力。毕竟对于资金不足的他们而言，少花钱多办事的武器肯定都喜欢。大家觉得神秘买家会是谁呢？据战区报道，波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为了获取好听的名字，早于4月12日在网络平台上举办了相关比赛。最终 Facebook 和 X 用户从名气最高的5个名字中选择了一票骑兵当做波兰未来32架 F-35A 战机的称呼。之所以选择一票骑兵，是因为这是在向波兰立陶宛联邦历史上的有一票骑兵致敬。俄罗斯国营公司 ROSTEC 旗下的高精度复合体控股公司宣布，已在乌克兰战场上向俄军部队交付了一批 MTS-566 精确步枪。据悉 MTS-566 是一款半自动步枪，设计由 OTS-129 精确步枪演变而来，采用自动装填，可发射308口径温彻斯特子弹，起初是为满足民用狩猎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目前仅凭一手 0.5 MOA 的精度，使其跻身全球最高效的精确枪械之列，从而获得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高度评价。综合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4月27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他们在也门萨达省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并于当天晚些时候公布了击落无人机的画面。后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证实，确实有一架 MQ9 无人机于当地时间26日在也门境内坠毁，并表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这是自以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第3架被胡塞武装击落的美军无人机了。第一架于去年11月被击落，第2架于今年2月被击落。MQ9 是美军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中最高端的型号之一，能够超时间飞行超40个小时，拥有广泛的传感器、多模通信套件以及部分精确武器，可对具有高价值、时效性的目标实施侦察和打击。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就一直盘踞在加沙上空。如今接二连三被击落，自然引发了对该无人机生存能力的质疑。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年2月份，据德国明镜和美国战区网站等媒体的报道，2月26日晚上，德国海军黑森号护卫舰向一架没有打开敌我识别器的美国 MQ9 无人机发射了2枚标准2防空导弹，结果因导弹均出现技术故障，让 MQ9 无人机逃过一劫。黑森号的舰载防空系统说是世界顶尖也不为过，其装备了 Smart L 大型无源相控阵雷达、阿帕有源相控阵火控雷达和标准2防空导弹，怎么好巧不巧全出问题了？而且在本次误击事件后，黑森号仍在红海海域执行任务，并在2月27日一改昨日的糟糕表现，用其76毫米主炮和拉姆近防导弹成功击落了2架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对此，就有分析认为，黑森号的2枚标准2导弹同时出故障的可能性较小。之所以 MQ9 啥事没有，很可能是其携带有电子战吊舱对德舰进行干扰的结果。由此可见，连续被击落的问题并非出在 MQ9 身上。那胡塞武装是如何击落 MQ9 的呢？2024年4月29日，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奎宗市的阿吉纳尔多营地正式接收日本的 JTPS P-14M-E 远程空中监视雷达系统。在交接仪式中，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和日本防卫大臣大木诚还向运输 JTPS P-14M-E 系统的30副舱坎特尔卡车到香槟庆祝。据悉，该雷达系统是菲律宾授予日本30公司的菲律宾空军空中监视雷达第2阶段采购合同的一部分。合同包括交付3套 GFPS-3ME 固定式和1套 JTPS P-14M-E 移动式空中监视防空雷达系统。他们的交付将能极大优化监视范围和增强菲律宾空军的防空能力。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的155毫米 ATMOS 自行榴弹炮在巴西155毫米轮式火炮招标项目中击败法国卡萨、斯洛伐克的祖祖纳2等火炮系统，获得最终的胜利。据悉，以色列的 ATMOS 是一种155毫米52口径自行火炮系统，由索坦军工开发，被认为是国际军火市场上最先进的炮兵部队之一。因提供卓越的火力、增强的机动性和简单的战场部署设置过程而受到赞誉。未来，它将与巴西陆军的 M109A5 猎豹、AST-LS2 等系统一起增强其炮兵能力。经过近些年的实战，胡塞武装的防空作战能力并不低。有分析认为，能击落 MQ9 无人机是胡塞武装使用了弹出式近距离伏击战术，即操作员先使用被动探测系统跟踪 MQ9。待 MQ9 确认进入己方防空系统的保险杀伤区后，再发射导弹，使其无法逃离，将其击落。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也曾在第一次击落 MQ9 时称，是在真主的帮助下使用适当的武器击落的。那这里的适当武器指的是谁？胡塞武装的防空武器基本是靠缴获、改良、不明援助3个渠道来的。据美国智库的报告，2014年到2015年，胡塞武装缴获了也门政府军大量苏联时期防空导弹和相关雷达。不过这些武器大都已经损坏，且普遍存在老化问题，在防空作战中性能精度较差，所以适当武器大概率指的是后经胡塞武装改良的武器，如将 AA10 和 AA11 等俄制热巡空空导弹改装为防空导弹。其中 AA10 阿拉莫是胡塞武装使用最多、最广泛的导弹。自2017年以来，它带对空中目标实施了多次强力打击。如2018年1月，一架沙特 F-15被胡塞武装改装的 AA10 空空导弹击伤。同年3月21日，驻扎在萨达机场的胡塞武装向一架沙特 F-15战机发射了另一枚改装的 AA10，造成战机轻微损坏。而这款导弹在未经胡塞武装改装前，在俄罗斯主要用于装备俄空天军战机，如米29、苏27等，设计目的也是打击所有类型的空中目标，如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系统。从外形上看，该导弹被设计成圆柱形，具有轴对称的表面，可控制导弹的倾斜、偏航。其弹头重约39公斤，导引头可分为半主动雷达型和红外型，在任何时候、任何天气条件下执行任务。只是该导弹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即最大射程只有40公里。但胡塞武装呢却并没有嫌弃，而是将其魔改成了防空导弹。
部署在隐蔽的山区、郊区中，通过伏击的方式来猎杀来袭且距离近的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除了 AA10外，适当武器也可能是胡塞武装前几年展示的闪电导弹，其有闪电1和闪电2两种型号。其中闪电2具有重达200公斤的破片弹头，它会在爆炸时产生并释放破片，因此它并不需要直接击中空中目标，只需通过爆炸产生的破片便可将来袭目标击落。据悉，该导弹可从移动或固定的平台发射，装载时间约5分钟，其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600公里，射程可达100公里。当然，胡塞武装弹出式的近距离伏击战术也离不开其手里的一款名为虚拟雷达接收器的雷达系统。据悉，该系统主要以被动的方式运行，能够让胡塞武装隐秘地监视周边半径为250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目标。这种先进导弹与虚拟雷达接收系统的结合，才使胡塞武装能在也门及其周边地区的空域接二连三击落 MQ9 无人机。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大厂 RTX 科技公司于25日宣布，美国海军已授予该公司价值 3.44 亿美元的研发合约，将对现有的标准2、标准6导弹进行改良，分别命名为标准2型第3次优批次和标准6型第2优批次导弹。标准2导弹因年代久远及标准系列其他型号的优秀，其生产线曾于2017年一度停摆，直至2021年才获新订单得以恢复。如今改良升级，应该也是不想再出现停产的情况。据悉，这最新批次的标准2导弹将首度引入主动雷达导引机制，不同于过往构型的惯性半主动雷达导引机制，拥有主动雷达制导后就已属于发射后不管类型的导弹。它们可以在发射后使用自身的雷达系统进行自我引导找到目标，并且不需要发射台的持续制导，进一步强化了对中程导弹的拦截性能。此外 ，RTX 还表示，改良升级的标准2导弹会通过量产降低平均成本，并且会在今年接受海上飞行测试，之后会通过海外军售的渠道优先出售给美国盟友。至于标准6最新的 IU 批次导弹 ，RTX 公司则表示会通过替换过时电子元件，剔除其存在的技术缺陷，从而提升打击效能。据悉，标准6导弹曾于2013年的初始作战测评中发现目标探测装置和导弹寻标器2项硬件缺失，后虽经缺陷修改验证程序，以软件方式进行修正。如4月初时，美国军方新闻媒体特种作战部队报道网称，标准6导弹经过软件升级和安装 DOAL2 配置后，在海上试验中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目标，但并未根本解决硬件问题。如今，新批次标准6导弹已针对部分元件更新，上述技术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标准6导弹是美海军最新型舰载导弹，它的出现并非要取代标准2导弹，而是对标准2导弹达不到的远距离目标提供协助。毕竟标准6之前，即便是在标准2、宙斯盾、MK41 垂直发射系统这3位一体的黄金组合下，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区域防空范围仍被限制在本舰雷达的视野范围之内，加上受地球曲率影响，其对掠海反舰导弹的探测距离仅有数十公里，因此性价比更高的点防空导弹才是当时拦截反舰导弹的主体，但其又因射程太短，导致可供拦截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美航母打击群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分层多波次拦截，即便拉上舰载机，100公里以上的区域防空也是虚有其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适合拦截飞机但射程不足，射程足够能拦截导弹的却又难以锁定低空飞行目标的尴尬境地。直至进入21世纪后，雷神公司以标准2 Block 4导弹为基础，融合 AM120 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搞出标准6区域防空导弹，问题才得以解决。基本型的标准6导弹采用惯导加中段指令修正加末段主被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方式，最大特点是在空机平台的协同防空模式下，全动力射程内拦截高速飞行的飞机或超低空巡航导弹，且不用受到地球曲率对照射雷达视野的影响。另外，随着威胁的变化，标准6还被五角大楼赋予了反舰能力。2016年1月18日，美海军进行标准6反舰测试，安装了宙斯盾基线 9C1 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约翰·保罗·琼斯号，在夏威夷导弹测试场用标准6导弹击沉了作为靶舰的佩里级护卫舰鲁本·詹姆斯号，展示了其远程反舰能力。至于是否能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美军也对标准6进行过考察，只是目前尚不清楚是借助标准6的新型号，还是其他新武器达成这一目标。总之，兼具防空、反导、反舰能力的标准6对美海军而言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防御武器。改良后若全面列装，将解放部分舰载机，成为航母打击群防空体系的中坚力量。
在400公里范围内，区域防空导弹将全程拦截包括轰炸机、战斗机、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在内的所有高中低空目标。更大的拦截范围与不受照射雷达限制的火力通道，也将允许防空舰艇组织多波次的防空火力网，保护舰艇安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标准2和标准6改良后性能会有哪些提升？抢购美军退役的 A10的神秘买家又会是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